周一，第5届中国菲律宾马尼拉论坛以线上方式举行。论坛以携手迈向未来，奏响中菲友好主旋律为主题。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发表视频致辞。非政府多名内阁成员、国会议员、驻菲使节和国际组织代表、中菲知名专家学者和新闻媒体等各界人士逾300人在线出席，约5000人通过直播平台在线参加。王毅在发言中表示，中国绝不会以大欺小，更不相信赢者通吃，愿与菲律宾携手妥善处理南海问题。王毅表示，针对南海问题，中菲双方都有自己的主张和立场，在一时不能达成一致的情况下，两国应该将这一问题置于适当位置，防止影响甚至绑架中菲关系全局。如果只突出单方面的主张，将自己的意见强加于对方，这不是真正的为邻之道，也不是东方人的相处哲学。主要是针对美国等等西方国家，近期不断的指责中国所谓的以大欺小，实际上他们是在给中国呢划定一个罪名，以此呢来套住中国在南海问题上，其实都是没有任何依据的。此外，王毅在视频致辞中还谈到了一系列中菲合作的内容。对于不久前菲律宾遭受超强台风袭击，中国政府决定再向菲律宾方面提供1亿元人民币的无偿援助。他还介绍，中国向菲律宾提供的疫苗已达5700多万剂，愿意继续保障菲方疫苗需求，同菲律宾携手彻底战胜疫情。在“一带一路”方面，中国支持菲方完成戒毒中心、马拉维战后重建、马尼拉桥梁等重要项目。作为菲律宾最大贸易伙伴、最大出口市场，中国愿意继续向更多的菲律宾的农产品打开大门，带来更多的投资，帮助菲律宾加快工业化现代化进程，提高自主发展能力。今年是菲律宾的大选年，现任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政府自2016年上台以来，在南海问题上一直传达和平友好的信息，中菲两国也就南海利益达成了合作开发的一致意见。据马尼拉公报等菲律宾媒体去年12月26号报道，杜特尔特在出席一个会议时谈及南海问题和台海局势，他重申菲律宾绝不会与中国开战，并宣称如果台海发生战争，菲律宾将保持中立。关于南海问题，杜特尔特认为，在南海目前没有争端是好事，这能让菲律宾士兵能全力协助政府应对台风。报道还称，即使在争议海域出现紧张，杜特尔特也重申他不会与中国开战，因为菲律宾对中国毫无胜算。不过，随着大选的临近，菲律宾政界也出现了一些针对中国的不和谐声音。近期菲律宾在军购上的动作也值得关注。据多家外媒报道，上周五，印度和菲律宾官员表示，两国已经达成协议，印度将向菲律宾提供布拉莫斯反舰巡航导弹系统。菲律宾军方透露说，反舰导弹将从北到南部署在菲律宾群岛上。据了解，这将是印度首次出口布拉莫斯导弹系统。该系统由总部位于新德里的印度俄罗斯合资企业制造。菲律宾政府于去年12月31日致函该制造企业，同意以3.75亿美元购买3套布拉莫斯超音速导弹系统。印度官员介绍，每套系统包括2个导弹发射器、1个雷达和1个指挥控制中心，可以在10秒内发射2枚导弹，并表示这份合同有望在本月签署。菲律宾国防部长洛伦扎纳上周五在脸书上发帖称，这些导弹将主要由菲律宾海军陆战队的海岸防御部队来操作。该交易中还包括对操作员进行培训和提供后勤支持。周日，洛伦扎纳还表示，菲律宾与美国国防制造商洛克希德马丁公司旗下一家波兰公司的首批订单，32架 S-70I 黑鹰直升机将于明年开始交付。菲律宾超过6.2亿美元的价格购买了这批直升机。他表示，这些直升机将用于人道主义援助和应对灾难。根据此前报道，菲律宾政府去年已经订购了16架 S-70I 黑鹰直升机，目的是取代本国空难频发的老式直升机。去年12月28号，菲律宾签署合约，耗资约5.56亿美元，从韩国采购2架轻型护卫舰。洛伦扎纳称，这一项目将让菲律宾海军拥有2艘现代化的可执行反舰、反潜和防空作战任务的轻型护卫舰。这2艘轻型护卫舰将由韩国著名的造船巨头现代重工建造。5年前，韩国现代重工也曾赢得为菲律宾建造2艘巡防舰的合约。
值得注意的是，近期美方在南海方面也动作频频。根据中国智库南海态势感知平台的监测，上周五上午11时许，哨兵卫星在南海南沙群岛永暑礁以西约130海里海域捕获美海军卡尔文森号航母。卡尔文森号是美国首艘携带有 F-35C 隐形舰载战斗机和鱼鹰轻转旋翼飞机的超级航母。它自从去年年中离开美国本土后，持续在西太平洋演习，并多次在南海伙同其他美国盟友搅局。上周五当天，美国海军学会网站报道，美国准备在南海举行由一个航母打击群和一个两栖攻击舰领衔的2个准航母群演习。根据美国海军发布的照片，这2支美国海军舰队已经在南海汇合，领衔的是卡尔文森号航母以及刚从中东撤回的埃塞克斯号两栖攻击舰。此外，珍珠港号船坞登陆舰以及阿利伯克级驱逐舰奥凯恩号和墨菲号、提康德罗加级巡洋舰上普兰湖号，连同2艘补给船组成的庞大舰队，正准备在南海举行联合演习。随着卡尔文森号航母打击群在亚太海域的部署，美军在中国周边部署的核动力航母数量也增加到3个。美海军在西太平洋还部署有林肯号航母，以及在日本横须贺港停靠的里根号航母，这也引起了外界对美国海军在亚太力量部署的关注。不过，庞大的美国海军这次的部署显得有些外强中干。美国海军时报14号披露，卡尔文森号经过近半年的高强度部署后，在去年年底的6周内接连发生4起 A 级事故，其中3起事故都发生在1周之内。此外，美军停靠在日本横须贺的美国海军里根号航母正处于维修期，目前无法执行任何实质性的作战任务，连担任直升机航母都不行。有分析认为，在南海问题上，美方频繁挑拨离间，屡屡抹黑中国，用心险恶，其目的就是要在南海地区挑动冲突对抗，破坏团结合作，由此进一步开拓其在这个区域的军事存在。这些其实就是再次彰显了美国这种在地区的这种麻烦制造者的这么一个角色，就是用军事干预的方式，在这里制造这个紧张对立的这个氛围，促使中非双方之间出现一些互相的猜疑。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吴健。吴先生您好。中国即将进入冬奥时刻，菲律宾也即将迎来国内大选。那么在您看来，值此之际，王国伟为中非马尼拉论坛视频致辞有何特殊含义呢？过去的起伏证明，中非是搬不走的邻居，两国共同利益大于分歧。中国的态度很明确，我们对非政策稳定而持久，与邻为善，欢迎搭中国经济便车，把两国乃至中国与东盟关系推向更高水平，把南海变成和平合作之海。至于菲律宾呢，虽然它有特殊的国情，但越来越多的菲律宾民众认识到，发展才是硬道理。在这方面，中国从不是阻碍，而是东风。我看过菲律宾学者米科加朗的分析，加朗就直接引用了杜特尔特的新国安政策的原话，那就是菲律宾继续承认美国作为自己唯一防务盟友的地位，还有日本的所谓战略伙伴帮助，但同时也要确保菲律宾的决策和实施连贯性，确保政府的表态与行动的一致性，防止极端民族主义言论失控，管控与中国的关系，防止孤注一掷所造成的危险。当前，菲律宾年均对华都有不菲的贸易顺差。从中非贸易构成看，菲律宾对我依赖已达到甚至超过对美对日依赖，尤其在水果、劳务出口方面更是如此。况且，菲律宾从中国进口的基本都是和民众生活息息相关的商品，这在抗疫过程中表现得更明显了。更重要的是，随着中非全都进入了 RCEP 自贸框架，菲律宾社会主流的看法是必须尽快实现对华产业对接，增强菲律宾经济的内生动力。我们当然有足够的信心，相信包括菲律宾这样的国家会最终站在正确的道路上。